这天，我们来到新墨西哥州东南部的卡尔斯巴德洞窟国家公园，而我们的国家公园之行也来到了第11站。完成例行的国家公园护照打卡后，便准备前往洞穴的入口。这里是我们的第一个洞穴之行，由于临时出发的有点仓促，加上只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参观，所以只先上网预定了自行导览的行程，费用是1个人$1。但后来才知道还有专人导览的行程 Kings Palace Tour， 费用是预约$1加现场付$8。这个洞穴十分富丽堂皇，非常值得花1个半小时观赏。只可惜我们没有做足功课，成为此行的遗珠之憾。从游客中心走到天然入口，会先通过公园 Ranger 的售票站，然后会经过看蝙蝠出洞的看台。这边就是平常在看蝙蝠出洞的地方，可是蝙蝠出洞要晚上8点，我们没办法待到那么晚。在每年春季大约傍晚7点半的时候，便会有上万只的蝙蝠飞出洞穴觅食，听说场面非常壮观，宛若一缕黑烟直串天际，最后消失于天空的另一端。好多燕子从洞口飞出来啊，上面好多燕子在飞。据说这里的燕子是1966年才突然出现，跟蝙蝠一样春来秋去。它们在洞穴的入口附近筑巢，白天觅食，晚上在蝙蝠出洞前就会返巢休息，两者互不干扰，和平共存。我们要进入洞窟啦，越来越暗了。这条名为天然入口的步道长达1.25英里，一路蜿蜒下降的坡路引领着我们直达230公尺深的神秘世界。这个洞穴在荒漠深山中，是200多年前被一名牛仔发现有大批蝙蝠飞翔，寻机才发现了这个洞穴。但洞穴深不见底，牛仔不敢继续探索，只回报发现了一个蝙蝠洞。直到100年后的1898年，吉米·怀特深入洞底后，发现了别有洞天的超级大洞，引起关注。直到1930年才开发成为国家公园，并在1995年被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。这个钟乳石洞真是非常的巨大，很大很大的钟乳石洞。卡尔斯巴德洞窟国家公园里有超过117个洞穴，最大的一个长达120英里。洞穴里居住着超过40万只的墨西哥无尾蝙蝠，还有其他的16种动物。这个全世界第7大的钟乳石洞，成因是远古内陆海经过地壳变动，大片的珊瑚礁被沉积物掩埋。之后，当弱酸性的雨水流入珊瑚礁的裂缝之后，便慢慢地溶解了石灰岩层。而这片地底下除了石油，还有富含天然气的硫氰化物。当天然气冲出地表，碰到地面的水形成硫酸后，加速溶解了石灰岩层，最后就形成这个宛如地下龙宫的硕大钟乳石洞穴。超巨大的钟乳石柱，很大很大很大，像豆皮形状的钟乳石。天然入口步道的终点是地下休息区，这里是参加导览行程的集合点。
旁边还有另外一条自助导览的步道 Big Room。 在这个面积相当于14个橄榄球场大小的庞大岩洞里，拥有丰富多样的岩层，其中许多岩层自冰河时期便已经出现。这边钟乳石已经快要衔接起来了，看这边，上面跟下面已经快要衔接起来了。这触须实在是太像异形电影的样子了。这个就是小钟乳石群。哇，上面的像千军。看见里面多了很多蝙蝠在里面，神秘的动物。这里超像异形电影的场景的，然后里面很多钟乳石的形状也很像异形的人。我觉得他们电影的灵感应该多多少少有点从这里来的吧。游览整座钟乳石洞大约要花4个多钟头。公园也很贴心的在洞底设置了电梯，可以将游客直接送回游客中心。最后提醒大家，钟乳石洞穴全年恒温约摄氏13度，要记得带上薄外套。怕黑的人可以自备手电筒。参观时除了饮用水，不能携带任何食物或饮料，也不能随便触摸任何的石头。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难得的宝地。